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2025年暑期剧集网络播放前10名，杨洋主演《凡人修仙传》排名第9。每年6到8月都是剧集的暑期黄金期。许多平台都喜欢在这个时候推出重磅古装剧和甜宠剧，争夺收视高峰。不过，2025年的暑期档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火热。虽然像杨洋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、刘宇宁的《书卷一梦》、李兰迪的《巢雪路》、王星越的《定风波》这些剧轮番上线，可目前还没有一部能达到过去《星汉灿烂》或《长相思》的热度高点。以下是2025暑期档首播剧的集均网播量 Top 10。凡人修仙传排名第9，临江仙排第2，没想到冠军竟然是他。一般说来啊，剧集越长，总的播放量自然就越多，但要看每一集的平均网播量，才更能真实反映出它的实际播放效果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10。刘学义、孟子义《桃花映江山》1334万一集。桃花映江山火得挺猛时，曾经跟书卷一梦抢热度。要说评价和人气，那书卷一梦明显更受好评一些。故事嘛，是讲一位掌握朝中大权的宰相和一位和亲公主之间的爱情萌芽，背景设在齐国。左相陈也因陷害，被逼着迎娶北越国的和亲公主江桃花，一个阴谋多谋、狠辣果断，另一个则狡猾机智、善于算计，两个都不简单。在合作中，两人暗暗较劲，还渐渐萌生了感情，这戏码挺精彩的。桃花映江山在拍摄质感上其实挺不错的，不过不少观众觉得剧情没有太多新鲜感。刘学义和孟子义虽然很适合角色，但两人搭在一起做 CP， 火花反倒不算特别强烈。比起他们之前在《九重子》和《花间令》里的表现，没有那么吸引粉丝，导致剧迷的关注度可能有所下降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9，杨洋、金晨《凡人修仙传》1367万一集。由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在7月27日上线，目前排名靠后，排在第9名，不过预计后续会有提升。这个作品改编自超级知名的 IP， 再加上杨洋的人气，首播时热度就很高。剧集的评价也还算不错，导演是梦华录的团队，拍摄的质感非常精良。剧组特别采用实景拍摄，成功营造出修仙题材那种唯美、仙气飘飘的感觉。凡人修仙传不像那种快节奏、爽快的剧，前几集主要是在铺垫，耐心不够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坚持。但是看过3集后，等到韩立下山，剧情开始展现，慢慢进入佳境。凡人修仙传讲的是个普通山村的小穷子韩立，偶遇机会加入一个江湖小派，虽然天赋平平，但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一些算计，最终修炼成仙的故事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8，雷佳音、岳云鹏《长安的荔枝》1815万一集。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小说，他也是《长安12时辰》的作者，剧版一直走高品质路线。这次的《长安的荔枝》也是重量级作品，不过播出后反响平平。虽然改编的还不错，整体算是精品，但故事节奏没有原著那么紧凑，所以书迷们评价2级。不过剧中的官场斗争线挺别致，挺引人入胜。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在被同僚欺骗后，竟意外变成了荔枝使，被逼接受一项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的任务。荔枝日色变，香味变，味道也变，可是岭南距离长安超过5000里，山川阻隔，几乎不可能完成。李善德只得无奈启程，途中巧遇为了查明右乡贪腐罪证而四处奔波的郑平安。
两人携手破局，寻求一线生机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7，刘浩存、宋威龙七根新减1897万一集。七根新减是一部奇幻冒险剧，情节夹杂一些灵异和超自然的元素，比较猎奇。播出之后的反响和平平淡淡。它和司藤都是尾鱼的小说改编算走了个中规中矩的路线，没有大刀阔斧的魔改，但也没有像司藤那样让人一眼惊艳。不过剧中的宋威龙打戏蛮精彩的，群像戏也拍得挺不错的，豆瓣评分是 6.2。七根新减讲的是很久以前，天外的一种神秘物质掉落在凤子岭，可以寄宿在人的身上，改变他们的心性，又使他们做坏事。如今，新减再次在人间出现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离奇而残酷的案件。木代、罗刃、13000、严红纱和曹延华这5个普通却充满热血的年轻人，因各自的缘分意外牵扯到新减的事件。于是，他们组成了凤凰小队，一起开启了除凶减的冒险旅程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6，段奕宏、秦昊扫毒风暴2025万一集。近期热度很高的剧集《扫毒风暴》在豆瓣上的评分竟然达到了 7.6 分，堪称佳作。剧里集结了段奕宏、秦昊这些实力派演员，播出前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刚一上线，导演的拍摄手法就引发了2极反馈，有些网友觉得镜头晃得太厉害，看得挺费劲。不过坚持看完以后，许多观众开始夸剧情不错，更有人直呼段奕宏和秦昊2大戏骨的对戏特别过瘾。扫毒风暴回顾2025年，缉毒警察林强锋结束了他的卧底岁月，为了追查毒品线索，被调到了西港市的禁毒支队。那时候，走私商卢少华发现了冰毒庞大的利润，心想着要谋取更多利益，遂成了一名制毒高手。几年时间里，林强锋带领队伍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扫毒行动中，而卢少华则在国内外辗转潜藏，最终成为头号毒枭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5，杨紫、李现锦绣芳华2159万一集。锦绣芳华是国色芳华的续集，前者的收视和评价都很不错，观众几乎一致给予好评，而后来播出的锦绣芳华也没有给人惋惜的结局。虽然因为时隔几个月才播出，没有国色芳华那样的热闹场面，但表现还是挺令人满意的。整体来看，锦绣芳华的质感依旧细腻，无论正派还是反派角色都挺有特色，人物塑造也挺丰满，没有扁平化的感觉。杨紫主演的剧几乎每年暑期都在黄金档霸屏，从香蜜沉沉烬如霜到亲爱的、热爱的，再到沉香如屑长相思和锦绣芳华，基本上都很火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收视女王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4，李一桐、刘宇宁书卷一梦2406万一集。刘宇宁的书卷一梦接着折腰的热度上线，这部剧也算不错的啦。他走的沙雕轻喜剧路线，女主角宋一梦一直在死亡循环中打转，第1集就很快抓住了观众的眼球。原本觉得可能会雷的地方，到了剧里都变成搞笑点，剧情又疯狂又有趣，根本猜不出下一步的套路，挺值得一追的。书卷一梦采用了穿书的设定，讲述180线女演员宋小鱼意外穿越到剧本世界，变成被反派男主用溺后抛弃、凌辱致死的女主角。宋小鱼试图反抗，可不管她怎么拼命，剧情总是把她推向男主南恒的身边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3，李兰迪、敖瑞鹏朝雪路2565万一集。李兰迪在朝雪路中的表现获得第3名。这部悬疑推理古装剧开场节奏快得令人惊喜，
还加入了宅斗元素。虽然案情不算特别精彩，但朝雪路展现出浓厚的中式志怪氛围，效果挺到位。而且李兰迪和敖瑞鹏的搭档简直火花四溅，导演把两人的颜值都拍得挺好，互动也挺有火花。最近这部剧的播放成绩算是不错的了。朝雪路讲的就是陈婉一家被灭门后，他借用秦府九娘子秦婉的身份逃到荆州。本来平时看起来娇弱得很，但他性格一下子大变，不仅会治病救人，还能剖尸查案，还把秦府的伯母、庶妹、姨娘、刁奴都搞得服服帖帖。期间，他还结识了瑞王世子燕池，俩人共同破了不少复杂难解的案件，甚至还发现了皇宫里隐藏的惊天秘密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2，白鹿曾瞬息临江仙3281万一集，白鹿在临江仙里拿到了第2名。今年他上线的临江仙、白月繁星和北上都挺走量的，热度也不错。不过临江仙播出后评论分成两派，制作方面的感觉没法跟长月烬明或苍兰诀比，他们的质感更高级一些，造型和廉价的特效也被网友调侃。要是对制作的细节不那么在意，实际上剧情还算有趣，挺有看头的。临江仙主要讲一个经历了3次婚姻又不断离婚的纯恨夫妻，有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情节，比如替身、丧子、捅夫，剧情挺狗血的，但看着就停不下来。故事围绕4灵仙尊花如月与大成玄尊白九思展开，原本两人同源共生，是一对仙侣，可因为误会反目成仇，在爱恨交织中不断挣扎，没想到自己早已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阴谋。2025暑期档首播剧集均网播量 Top 1，张译、李光洁以法之名3543万一集。获奖的是以法之名。这部剧最近挺火的，是一部关于反腐破案的题材，汇聚了张译、李光洁、蒋欣、王劲松等一众演员。故事讲的是检察官洪学友、郑雅萍、李栋他们在重新审查万氏集团涉黑案时，发现了一些疑点。嫌疑人张文清被冤枉定罪，还牵扯出一些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徇私枉法的情况，折射出一段打击犯罪的故事。